周，第一阶段跑组已经结束。咱们就非要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对不起。等你是个咖，才有资格掉眼泪。本周市场答疑会即将开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市场答疑会。我们也将所有的艺员分成了头部演员、腰部演员、尾部演员。艺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关于市场里面有任何演技上角色或者即将宣传行业发展的问题，都可以向咱提问。那我们请出第一组的头部演员，有请8位艺人一起出场来。令人尊敬的头部演员。哎呀，头部，加油！老师们好。哦，都是主角哦。帅哥美女，红气照人。好，大家坐好了。头部是我们介绍嘛，先介绍王婷婷。王婷婷在我们镜头之外是女主角啊，这个演员的状态啊，她是非常好。整场戏要淋水淋雨，一动都没动，躺在那边躺了快2、3个小时，非常好，非常好啊。跟着旁边那位就刘大月拍短视频的哈，喜剧效果挺不错的。他演我加了30分，加了最多分的。那个哭不是流着，哎，好像因为戳到一点点的东西，是跟着戏走的。对，我们就缺乏这些那么给你有真实感的演员。旁边那个美少女哦，新月，她很上镜，镜头一拍啊，那美的亮眼的还不错的。哎，13钗里面那个女学生是她吗？是他，他演的还是不错的啊。是。又来一个改赛道了啊！奥运冠军了，对，真的，他表现特别好，他坚持一条过整场戏。旁边是可盈啊，当我一拍他，让我另眼相看，就可以完全抛开他家里什么背景什么，他演得非常好，而且演什么像什么，就反而背景拖累了他，人家以为他是怎么样。对，后面有人说，我找一个人演周星驰的角色很难的，周星驰太深入民生了，你说比不了吧？那我干脆一想，干脆找个老外来演吧，他就是老外。他演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想到他怎么去演，他不顺着排场打，这样有新鲜感了。关羽是短剧王啊，短剧很厉害，特别帅，怎么猜？非常对。我感觉竖屏真的很奇妙，就是冠宇一出来，好像那个竖屏就稳了，那就是稳的感觉。我第一眼见见他，我就觉得他是那个韩国那个冷血杀手一样。但是他在我不是药神之前，我们要有一些投诉家属的，他演出一个很接地气的人去投诉，我差不多认不出来。真的很不错。郝伟就刚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看着他都是演太子啊、古装啊，这次反过来了，镜头之外里面演一个经纪人，很会拍马屁，很卑微的一个，完全不像他本人。我觉得这个很好。好了，那今天有4个我们资深的制片人在，你们自己有什么疑问来？对，那老师，我想向市场老师们的一个提问吧，就是相对而言，我的角色当中播的比较好的那个角色是很苦情，然后被人欺负、很懦弱的这种。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可能哪怕想要去尝试别的就是类型的角色，连试戏的机会可能都没有。那也想要找工作的机会，像短剧，因为我也有面试过，但是可能确实是因为像我们没有拍过短剧的情况下，没有数据，对，没有数据，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老师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在刷短剧，你也在刷，你刷刘晓庆的吗？就是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你总想横跳，数据是跑出来的。它不是等出来的，你现在有个苦情戏标签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很多演员一旦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标签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的要撕掉这个标签。那么从市场的角度，其实有一个推送逻辑，背后有一个算法，特别在短剧赛道里边，这个算法其实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标签。如果说你的标签不明确的时候，你被推送的这种概率，你会被无限压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你现在去短剧那边，就是比如说市场现在给你画叉的原因。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你身上这个标签是你努力了多久多久我才贴上了。对，你不能贴上你就想着撕。”是的，因为实际上来讲，现在在精品短剧里面非常差演技很好的演员，那其实都是短剧演员在相互消化，换成恋爱。那比如说像你，如果愿意，我们先从女二号，甚至从一些特别出演开始去演，让大家记住张可盈已经在演短剧了，那就好了。明白，谢谢老师。但我觉得真的市场变化太快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短剧演员真的他们的饭是吃不完的。姐马上姐，饭都吃不完了。我们想要去定冠宇他们的时间真的很难的，我可能提前3个月都定不到的。我挺想知道，比如说像冠宇，他已经在短剧赛道里面顶峰了。如果说他现在想要去争取长剧的话，他能争取到什么角色？对，因为之前有出去面试过，也有试过戏，然后大家会说你是短剧演员的标签。我有一个非常就是现实的问题，你肯定不会让他演男一在长剧里，我可能会让他演反面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适合那种反面的角色。对，我觉得那个韩国杀手是很好。那如果我要让你演了反面的角色，和你之前的角色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嘛？那在这种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回不去你的总裁了？所以可能你也面临着这个选择和挑战。当时不是之前柯纯是短剧一哥嘛？对。然后柯纯后来去转战了一些长剧之后，其实冠宇那段时间是接班的，短剧一哥，然后都在第一名，哈哈哈哈。但是我昨天、今天我都查了短剧演员榜，他都出了50了啊！因为短剧是真的每天都在变，所以这是我对冠宇的建议啊。现阶段我认为你是需要去挑一个很好的剧本，要留下一个作品，要让大家对你有印象。刘璇。我的问题是呢，像我们这些又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某一个领域有一些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非职业的演员，在制片老师的眼里，会不会还给机会？是这样的，非科班并不是阻碍你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屏障。那像周迅老师、赵丽颖老师也都非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是非常就是优秀的演员。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而且踏出第一步了。就没人找你，是因为大家以为你不拍戏了嘛？没有，我要拍。对啊，现在你出来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对着镜头讲3次，我拍就可以了。我要拍戏，谢谢。我拍。那老师，我可以提问吗？来，轮说。我在结婚之前那时候也拍了很多偶像剧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有了一个自己的标签就是钟丽缇她老公，就是这种标签，我觉得是不是在各位制片人的眼中，认为这是对我接戏也好，或者创造角色是有影响的？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因为你是谁的老公而不选择你，而是因为你没有让我们看到你作为一个演员极致的长板和突出的特色。我就说实话啊，我不知道您是一位演员还是一位就是网红或者是什么。你没有一个在你职业上清晰的定位，钟丽缇老公只是你生活上的定位，你的专业能力没有让我们看到的话，那我们就很难选择你。是。我听说你曾经有人找你演渣男，你不演是吧？他，渣的太抽象了，我就没接那个角色。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很符合我当时，营销号想对我的塑造和热搜上的各种的猜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把这个符号一直在往我身上做，其实能够给这个戏剧这个项目带来一个热搜，但是意义不大对我来说。那你要是能贡献到第1的热搜，那就说明你演得非常的精彩，那大家就会记住你。
我觉得其实第一不要去排斥标签，第二也不要去排斥任何的角色的可能性，因为我觉得对一个3年没有演戏的演员，可能你现在更重要的是要工作，让你回到这个演戏的状态，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老师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排斥演负面角色。我看了那个剧本，就是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就是它太抽象了，太符号了。就戏剧和生活不应该缠在一块儿想啊，你应该把自己和戏剧剥离开来，你进入到他的世界，他是对不对？对呀，他成不成立，这才是真正艺术应该去完成的。对呀，演员嘛，演员是什么？演什么像什么，这样观众才有惊喜啊。我们演员就是一个零件，每一个人都想做那个发动引擎，但是没人想做某一个踩刹车的那个，没人看见那个板。提醒我们就是演员要配合。我那时候不是有拍很多在电视台也是有演反派，我就特别想，我要不要把它演到应该更抽象一点嘛，比你那个渣的。对呀，更极气一点。对呀，我找不到比你更渣的。对。其实我也想演这种角色，只是在那几年，因为我上了一些综艺，它有一些话题，你怕害了综艺题嘛？对，哦。关于这个标签这个事情，我想谈一点感想。我同一类角色的剧本，在自己没有更多各类角色的同时，你就坚定的走，没问题。因为比如说我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专门人家说3姨太什么的，专业户有这样的说法。那我也没选的了，来找的都是姨太太，3姨太，而且是大姨太都没得演。那其实不同的3姨太有不同的个性嘛，你要在这里边找出不同的差别，更考验基本功，所以不要怕。我为了他跟李成儒老师吵架，有看到，但是还是有支持我的人蛮多的。谢谢。到现在我还要为你说话，记牢我啊！谢谢。回头请我吃顿饭。我们来下一位有什么哦？心愿。我在这个市场上，我感觉我还是一个新人。然后像老师刚刚说的标签、印象点，我觉得我可能最大的就是没有印象，导致我可能会很长时间接不到一个戏，我等待的时间会很长，所以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制片老师们。其实，在现在的市场上，00后的女演员就能扛打的是很断档的，但是呢，也有一些啊，像赵今麦，那还有像那个刘浩存，对。你可能市场没有对你有那么大的认知，但你要知道你的长处在哪里，然后你应该集中发力在哪里，让大家看到你。然后我也想问你，你觉得自己和这些00后的女演员，就主力军相比，你的特色在哪里？你有想过吗？对对对。那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可能我会笑起来比较甜，然后我有2个酒窝，然后会让人觉得比较亲切。我觉得这个是我最大的优势。因为其实长得好看的女演员多，但是长得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不多的。真的好漂亮，曼姐这样讲，是好看，很亮眼在人群中。对，一眼就会被他吸引。刚才你那个短发那个画面，真的我们都印象深刻。那我真的很惊艳，很惊艳，很好，很有电影感。那个特别电影哈。是这样的，我觉得对于上新月呢，它确实很美，但是美肯定是不够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金陵13钗的它的整个的片段，我都在他身边。其实我本来以为他也没有太多的表演经验，但是他真的能够迅速的找到，他极度的聪明，非常非常的聪明，而且当他找到了，他能够一直保持着一个状态当中不丢失。他找到的不光只是一个表演的方式，他找到的是这个角色内心的那种触动。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真的。然后他那一个晚上真的表现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甚至有点让我觉得一个新人演员来讲非常了不起。
那这个评价太高了，这个评价太高了。所以他觉得他值了。哎呦，那刹那我也很感动。哇，这真的是很高的评价。对，演戏演的不就这个吗？对啊。你就慢慢演吧，我觉得你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去发酵。老师们好，我叫刘大月。我的本职工作是自媒体博主。我虽然有不错的粉丝量，但其实在长剧的市场里面，我是一个陌生的面孔。我短剧和长剧都没有拍过。我想请问一下老师们，我现在有没有被市场看到？然后市场愿不愿意认可我这样的新人演员？我觉得你更像一个内容创作者。而且呢，你拍出所有东西呢是那么的接着地气，几乎都是当下的社会痛点。我都觉得那都不叫表演，那就是生活中的就是叫自嘲吧。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你的粉丝量在哪儿，我都刷到过你很多次。那你为什么不找他？因为你看到，好犀利这个问题问的。不，之前是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要演戏。对。但是你的表演确实也是给了我惊喜的。谢谢老师。他确实是那些次很松弛。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些拍短视频的博主啊，他们的一个自带的一个优点。短视频博主他有一种野生感，我觉得非常符合那个短剧的所有的要求。对啊，就很适合你的赛道。但是你如果到短剧赛道，你要做好也是一样从零开始的准备。对，因为其实你的粉丝他不会成为你的剧粉，你的粉丝他爱看的就还是你平时拍的那些，他比较垂直啊。我可以给你一个意见的吗？你已经有一个观众喜欢你的这个角度了。你是一个创作类型的演员了。其实你可以参与创作。所以你是主动的。大鹏是你的好好的镜子。大鹏从吊丝先生，他变为演员，变为导演，现在很好啊。是的。大鹏往这个路子。没准你都能往导演方向去走一走。那好。大月导演，看看我，大月导演，大天哪，又超越班。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现在你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同学，是写个短剧以后预告。你试试看，在你自己的所有的短片里面找他们来玩。对不对？我觉得今天给他们定位，在专家面前特别合适。就是我经历了那个事儿之后呢，我虽然拍了很多戏之前，但是我大部分都是合作了2、3次的团伙，不是团队。团伙好。对，但是我再去找他们，想要争取一下机会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不好意思。你这样就把它寄养在个金鱼缸里面。因为等于就是来节目之前刚刚澄清完嘛，而且就是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我也觉得如果我再不主动自己争取一把，我可能就没了。这个东西很尴尬的，它是得多方认可，对吧？不光是制片人啊、导演啊、什么编剧，还有平台啊。对。有一方觉得说不愿意承担风险，其他人都不知道还怎么去争取。对。现在这个风波，我觉得已经平息了，所以我可能更关心的是你的状态。就实话说，因为我也看了那个第1期就已经播的，如果是那个状态，抱歉啊，可能是搁置太久了。和我原来我理解的，就是我们看到你《庆余年》里的，至少你要接近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才觉得我可能会使用你。是。我不知道浩伟你平时气质是怎么样的。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看到你永远是谦卑的、小心的，甚至有点唯唯诺诺的。我平常生活中就是很自信。一点都没看出来，看不见的自信。浩维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现在你的状态呢，有个比喻啊，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你现在难的不是澄清，难是难在就是这整个行业对你的信心重建
是，对于演员来说，因为你承担的你不是你自己，是承担了一个项目的安全属性。这个真的只能需要你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恢复啊，去修复。明白。然后呢，用你的专业能力和你的赤诚，慢慢的去重建行业对你的信心。我觉得这个比较实在了。明白。来，经理。就我经常在试戏的时候，我不是那个最优选，我可能是各方面都60、70分，可能外形尚可，才艺尚可，演技也尚可，技能点的都很平均。剧本他不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只会是那个备选。我是觉得你需要更自信。婷婷是第一个长剧《沙尘暴》，对，当时其实那个角色就是年轻的妈妈，又是个悲剧角色。看看，多像。而且他戏份特别少，但从最后成片的结果啊，包括那个播出的时候，观众的这个认知而言，这个角色还是诠释的非常成功的。所以我觉得你要越来越自信，然后越来越自信呢，各个层面的60、70分，它就不是你的弊端了，而是你可能代表了你是一个可能全方位的一个艺人。好，谢谢。这金子总会发光的。当时其实，沙尘暴选他的时候，他的那个诉讼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尘埃落定，他也赔钱了，对。但是我们的确是在那个开机前公司还是给我们发了警告函。当然，我们找了专业的律师团队做了评估，然后大家评估下来觉得这个是没有法律风险的。虽然他发了警告函，但是我们还是依然使用了那个婷婷。谢谢。那你们很了不起哎。因为他本来他这个角色其实戏量也没有那么大，但是你都愿意去给这个机会，然后还保住了，那你很了不起哎。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管对婷婷啊，对浩伟啊，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身处的这个媒体时代，一定是有很多的流言蜚语，它已经是在一个最客观的层面上已经确认了这些东西是子虚乌有的。作为我们片方，其实是应该去保护他们，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法理何在？真理何在？公理何在？太好了！感谢各位。我觉得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老师，他传递的整个价值观也是很正的。他说，法院的判决都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还有作为制片人而言，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啊，我真的挺感动的。我很开心，之前制片人选择了我，也验证了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我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好，非常感谢我们这次4位制片人，因为真的谢谢很负责任的，谢谢。我们先休息一下，这边有腰部跟尾部的啊。OK。亲爱的，刚才导师们讲的很多重点，我光顾着听都没记全，好像就记住了几个方向。我记了。刚才语速很快，一边听我就一边写下来了。你看。我把咱们之前的剧本和表演片段也调出来了，3屏对着看更清楚呢。哇，这也太方便了！那麻烦你等下把笔记也发我一份，咱们好好对着剧本琢磨一下怎么改。好，没问题。现在我请腰部演员来到我们现场，来，有请，加油！加油！腰部演员入场。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本节目由长康100%纯粹长康100%对味的长康纯芝麻油赞助播出。40年世界杯都有百威，百威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现在我请腰部演员来到我们现场，来，有请，加油！加油！腰部演员入场。腰部演员是最多的了。老师们好。嘿，老师们好。腰部演员，腰杆子挺直了。那我想向谢依霖老师提个问题啊。那你总去出演综艺，你有时间去打磨你的演技吗？
确实是没有。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在浪姐和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们？这比较尴尬了哦，就是要让你尴尬。我更喜欢演戏多一点，更喜欢演戏。然后我的歌喉跟我的舞打低是吧，会非常有综艺效果。所以就是我确实更喜欢演戏，大部分时间我只愿意表现我快乐的部分。但是确实在演戏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去在意别人想什么，我可以不用管别人快不快乐，那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发泄。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我分享一下，就是作为综艺的话，它可能更多的娱乐性强一点，然后作为一个戏剧的话，它有文化的承载着责任。那我们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故事喽，中国人自己的道德的理念的这样一个范围，作为戏剧演员的话，他可能还有更多的这方面的要在意，这样，我个人认为是这样。谢谢老师。我希望的是，如果你真的想当演员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再继续去磨练。我觉得你可能要做好这个准备，因为毕竟你是有家庭嘛，对吧？我是一个比较尴尬的状态嘛。你说出道也这么多年了，但是现在这个身份，妈妈尴尬了，挺尴尬的。然后这个年纪到中年。你知道以前演妈妈，她都会找40、50岁、50、60岁去演，现在演妈妈，他们找20几岁的女生去演妈妈，就直接把这个妈妈这条路也给我们堵死了。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很为难，到底有什么市场现在可以适合我们这样的身份？现在其实也是个中女的时代，对，不只是妈妈嘛，那种独立的女性，职场的，我觉得是有很多很适合你的。如果未来我有一个合适的角色，我肯定会去想到你的。对，谢谢。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角色你很喜欢，但是我们只能够给到你一个新人的报酬，你会愿意吗？我非常想演戏，任何角色我都很想试。大家都会听见的，应该会有很多片约找你。那我愿意的，我真的愿意的。云英我是比较了解，因为刚拍完我的戏，跟柯纯一起。他在里面有一场戏爆发力非常强，他说什么？如果过去的一切都是假的，那你就杀了我。如果过去的一切都是谎言的话，那就杀了我。那一刻，你知道我看样片的时候，眼泪是飙出来的。就小小的身体，那么大的一个能量，大家只看到今天这个他，就是没有知道说他曾经是一个人，就是拖着行李箱，然后自己打车去拍戏。也没有化妆师，什么也没有，基本上就是我去片场看他的时候，都是要么就发着高烧，就不能停，还得一直拍。第一次走红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被群嘲，就说他好土啊，然后说短剧演员都不能上桌。然后第二次走红毯，因为那天我也在，我就给他说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吧，好久不见了。他说姐，我今天晚上不行，我要先试妆。他说明天早上我8点就要起来。我说你起来干嘛？他说我起来粘睫毛。我说你从8点就开始粘了，我晚上才走红毯。但是那次他真是惊艳了所有的人。我觉得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你每一次你看到的他们的现在我觉得是因为他背后真的付出了很多大家都看不到的东西。那你现在还是这个状况吗？是的，我从开年到现在没有一天休息的，就是然后其实长时间的就是超负荷，其实你会失去对表演的感知度，就是你会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去理解这个角色，你会变得非常疲惫。所以我现在的情况应该让自己慢下来，而不是过度的去消耗自己对表演的热情，不应该就是一直把自己往组里塞。那真的要慢下来了，慢慢走比较快。谢谢。朱少天呢？你现在还是没有拍戏，你是做什么直播？因为我不想让自己空下来，我就去从事了自媒体。你这个营销方法挺特别啊！我在想啊，因为你参加那个演唱会，跟不参加好像你不参加那个回响更大一点。因为大家都记得朱少天，因为你参加演唱会，可能你就 F4里面的一个。因为就去年演唱会这件事，其实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那可能就大家会认为你有更好的解决方式，但你选择了掀桌。这样的话，大家可能就会认为，如果要选择你去来演戏啊或什么，就可能会担忧你的情绪会不会不稳定。这种可能是一种风险，所以呢，从制片人的角度来讲，可能会选择就是情绪更稳定，
风险更低的人，所以你可能就在这种选择上哈，可能就会有占劣势。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首先呢，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在这么密集的网暴下还能够 hold 住自己的情绪。然后有一个特别好笑，说人家找你打麻将，你不打，你还掀桌，但事实上是什么？人家找我打麻将，我说我不大想打，他说你打嘛，3缺1，我说好嘛，那我打。然后他又跟我说你去上个厕所呗，不然待会坐很久。然后我说好，我去上个厕所。结果上完厕所回来，发现我位置被人坐了。这个人打着我该打的麻将，然后还谢谢我。当然，我选择了一个不是很恰当的方式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也为了这个方式，也在偿还一些代价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你从那么高的一个顶流，然后现在突然来到这样的一个节目，你要跟很多的新人一起去竞争，而且你现在还坐在这个腰部，你现在什么心情啊？我心情挺好的。我其实觉得我很开心的点，是因为我终于可以摆脱这件事情了。凡事都是两面刃，就《流星花园》西门这个角色给我带来了一个生活、一个整个生命的质上的改变。我不想去否认他的好，但是我也必须去承认他的坏。但是如果说现在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到47岁还能感受到重新开始的快乐。很好啊，这句话太棒了。我可以在这里证明，在朱孝天来这里的他整个心态非常好。对，我感觉他想到就来，已经把所有东西说开了。我觉得，听他说完，我觉得他特别坦诚。对。他没有在表达他有多么热爱表演，他也说他热爱的，但是他没有在强调他怎么样，他要改变，然后他没有啊，就是很实在呀。是吧？那就是至于就是说来这个节目到底是得到了什么，那就看表演呗。我很高兴，我终于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哦，真的吗？我之前就很不赞赏最难的，好好的你。真的吗？那是因为李成儒老师没来。下一位同学。因为我刚入行不久，然后我想问一些关于新人演员的一些问题。我想知道，因为我们拿到的角色戏份不是很多，然后怎么样去通过这么短暂的时间去让你们记住？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你的那个资料啊，刚才我统计了一下数据，长剧5部，待播剧11部，哇塞，拍了16部戏。那么这一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你这么多机会，你有没有认真的去对待每一个机会？我当然是每一个都很认真的对待，因为我也不是科班出身的，我只能不断的去跑组、建组、拍戏，我才能去学到就是表演是什么，我才能知道怎么去拍戏。因为在每部剧里边，你待的时间都不长，角色都不多，这是一个既定事实。就是你拍了这16部剧，有多少人认可你了？你在多少导演和制片人的心里种下种子，就是你的标签。你态度上没问题，那就是只能说你能力有问题。因为你的结果就是今天每一个角色都没立住。如果我看到这个履历的时候，合作全是大导演，我可能看到以后，我就会很担心这个孩子的表演习惯是不是坏了。对新人演员，我比较有经验，但我想给你的建议，我觉得你应该放慢脚步。我觉得你要慢，你不要从一开始，你如果还在纠结我怎么样可以演到主角，我怎么样可以演到让我红的戏，那你会很痛苦。对，这不应该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应该是我怎么样接到更好的适合我的角色啊，我怎么样在市场上去让我的表演可以让我自己在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能够做到坚持。我觉得舒淇，你不要焦虑，你千万不能焦虑啊！因为我刚看你的戏，我觉得你其实会演戏的，啊，而且给到我惊喜的，所以我觉得你就是静待花开，
一直有机会就去把每个戏演好就最重要。演好。各位老师好，就是因为我现在是短视频创作者，我想走到长剧里去，那我就要面临的问题是，每次我去投任何简历，我其实根本都到不了试戏的那一关，他们就会觉得我不能去演。他们是谁？说制片人呢？我不敢回答你，我怕你模仿我。因为真的很像，他真的可以一模一样，你知道吗？我斩钉截铁的回答你，就是可以。我去年折月亮的时候用了那个赵鹏浩，今年告白用了张志超，都是短视频的创作者，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你找到合适的角色嘛。美美多读书，你来得及，你才19岁。那我肯定要工作赚学费呀。我觉得当下你要靠演戏赚学费不太可能。老师好，我叫铁柱，我就是想，因为我跟各位议员们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就是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流量和我的梦想，我应该如何去选择？因为我是在动物园扮演孙悟空的，但如果说我要抽出一段时间去拍戏的情况下，那块我就要流量和梦想哦，或者说有好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我的这家乡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就想过来看你的时候，但这天你就不在。不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的梦想就是拍戏。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顾虑，实际上你是一个挺好的演员，你可能未来还是可以去得到一些角色，但是可能这段时间你代表的还是一个长春文旅的一个形象。你肩负着不光是你自己，大家对你是有期待的。那你怎么选择？是继续做一个有责任心的我们的文旅的一个代表，继续帮助我们旅游事业的发展，还是去追逐你自己的梦想？我觉得你的两难应该就两难在这儿。对，谢谢李老师。我觉得他身上接触了很多东西。就是你红了，跟梁朝伟那么红了，你还是长春出来的。这是长春的光荣啊！你没忘本就可以了嘛。你不能做一个永远趴在那边的那个人啊。现在你是这么年轻，你能趴几年？但是也有一个风险，他现在趴着还挺好。如果不趴了，出来了，他的梦想没实现，那怎么办？他趴出去不红，回去趴都没得趴了。对呀。我觉得只要你有这个冲动，就别回头。我们离开 TVB， 我们根本没得吃的，但我们的梦就要去拍电影，义无反顾就出去，因为在那里我都趴了10年了，在 TVB 虽然趴得挺好。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想的就是，不管说是文旅也好，或者说当下现在这个流量也好，能够权衡的情况下，我尽量去权衡。如果说权衡不了的情况下，我也能放弃我的梦想。你要放弃你的梦想，对吗？但我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委屈呢？我没有想过委屈，真的。他没有委屈，他内心是非常矛盾的，因为他是有梦想的人，但他也是知恩图报、有良心的人。对，其实你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困扰吧。你说他现在口碑挺好的，好了，他一离开那个动物园了，所有人就该骂他了。那一骂就有舆情，那制片人们还敢用吗？他真的是。实话说，我个人觉得啊，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去想，因为你的机会并没有来。如果他来了，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去平衡和体谅，不光仅是你，还有你的家人也好，还有你身后的所有的粉丝也好，领导也好，对你好的一定会对大家都好。但这个机会还没有来的时候，你就做好当下的自己就够了。我觉得明白。我觉得你正视你自己内心的矛盾，然后记住一句话，就是跟着自己的心走。明白。因为你是为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加油，铁柱！跟着自己的内心，对。
加油加油加油！挺好的。好，到美吉。其实我是想稍微多聊2句感受，因为我刚刚看完那个我们的小考，然后我现在感受比较深。其实刚开始我自己在现场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你们说的究竟是什么，我很痛苦。我说实话，我每天都是回到酒店了哭。这为啥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就这么捋着一天一天就这么往前推，然后你们说不松弛，越不松弛我越紧张。反正上次录制结束之后，我就回去自己想了一下，我再回顾那个爽感，我发现我的演戏我太喜欢兜着了，因为我们喜剧是不让节奏掉在地上，我喜欢兜着你演，你演什么我兜着你，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要自私一点，我要再沉浸一点。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就是非常认真、努力、执着，对自己也很有想法和要求的人。你很在乎，你很紧张，你很想做好，但有的时候你越是这样的一个执着的那一根筋的那个过去，你这根筋就越绷越绷越绷，就很害怕呀，这根筋会不会被别人扯一下？因为我自己出道，我也是情景喜剧出道的，就是那个外来媳妇本地郎啊。每天都在那演，但是我会觉得说，哇，这对我来讲是最松弛的状态，是你知道吗？而且让我足够找到了自信，足够找到了自如。我觉得美吉刚来这个节目真的很担心，因为我上次也见到他，应该前几天我们在浪姐，我看到他，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觉得他不快乐。但是我觉得今天他在分析这个时候，我就放心了。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你来说一定不是白来。大家会看到更好的朱美吉。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说，你选择演员这条路嘛，就坚定的走下去。那么我也想问各位制片人老师，如果市面上有证据，你们会考虑我吗？他现在其实，在那个告白里面也演一个非喜剧的角色，我们通过试戏，最后就定了你这个角色。其实大家也都非常满意。谢谢。我其实特别想感谢这3位制片人老师，这也是我在第2阶段，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心针，以至于到后面去面试啊、去小考，我都没有一赛段那么紧张了。我觉得，我要把我自己展示给你才行。哇，还是一句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好好享受这2、3个月我们的相处。这不是一定是最开心、最幸福，但是一定是最难忘的一次，而且对你们是有帮助的。OK， 好，谢谢大家，谢谢。哎，每次这个导师说话都戳到我的内心。对姐，你看，好记性就不如烂笔头。我在这个表演作业里边，全都标好了。我也记了，但是就记得比较乱，我就习惯呢，到提前交的时候再整理。哎呀姐，这也太惊险了！你看我这个，我交表演作业角色阐述的时候，我都会用这个扫描全能王，把纸质资料上的信息整理好，再扫描成 PDF， 直接编辑，字体格式不会乱，提交资料超好用，特别的丝滑。这么好用啊！哎呀姐，你看我能骗你吗？咱身边朋友现在都在用，把细节做好，才能更有底气。整起来，来。下载。好，那现在我们轮到尾部演员了，有请他们到现场，有请。哇！龙套组，龙套组，我们是。加油！来，给尾部演员鼓个掌吧。尾部演员。好，尾部了。太伤人了，这个标题。哇，全部都是男生啊，尾部的。对，全部男生。对的，汉子组。来，请坐。龙套演员只是各位暂时的分组啊。如果人生是这样就麻烦了，就永远选不上。天豪，你是我2个剧的男主哎。啊？对呀，你居然到这儿来跑龙套。为什么没有选上这些主角的角色？可能我在现场小考的时候，可能随机应变的这个能力可能就我发现有一个事情就是，也不怪他们完全生活中没有机会给他们演别的，
其实还行啊，都还行啊，一引导他做得到。但你说让他自己去创造，他总得有那个机会吧？他没有那个时间和空间，就是只能演他自己说的什么弟弟啊，什么姐弟恋呐，就非常单一。他有在我那儿演个喜剧。对，我在雪曼姐那儿2部戏都挑战了一个不太一样的角色。那你也感谢雪曼姐呀，就是因为其实大家就为了安全嘛，肯定都是用方便的，能给机会去演个别的挺难的。其实现在。对。其实我在拍短剧，在挑选剧本当中，也是一直想要多尝试不一样的角色，所以来了无限超越班也是想要多体验一些不一样的。对，在这儿是有这个好处。对，给你演那个片头那个药神的那个片头那个就挺好的。不错呀。为什么就让他得了这个病？可你为什么要卖假药给我？哇，挺好的呀。对呀。然后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各位，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特质会更容易让你们接受短剧演员来演长剧？我们的有一个特点啊，就比较能熬，比较能快速记词。就你刚刚说的那个熬啊、记词啊，我觉得那个可能都是演员的基本素质。我觉得他也不是说短剧演员的特点，我觉得长剧演员也要具备这样的素质。我觉得他的外在形象很好，然后谢谢。我要是选择一些就是青春爱情的这类剧，可能会想到你。对。你演短剧也是妆容跟现在差不多吗？应该是吧？对，差不多。因为我觉得包括王朔啊。化一个妆啊，会影响你整个人的感觉。我就觉得你的妆会，王朔也一样，害了你，就永远。郑宇老师眼神很毒，我觉得确实是要放下偶像包袱，因为你是要当演员，你不是要当 idol。你们的刘海是统一的，年轻男孩统一刘海是这样吗？我们第2期的时候同样一模一样的话，我们说是一个造型师，这么所有男孩都是同样的头发，都是刘海那么厚，而且现在的审美嘛，帅哥审美就这样。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演技、颜值、流量还有资源，哪个更重要？一个都不能缺，都重要。我把这个逻辑关系给你捋一下吧。刚才说的第一个关键词是流量，把那个副词补齐的话，就是有流量，这是个结果，这是我们所有人奋斗的目标。后边那关键词演技和颜值，这2个呢是你的基础，就是你要通过足够的资源，才有可能催生出你有流量这个结果。那么你有流量，那么你就会获得更多的资源，一切的基础回到你自己本身上。那么颜值你改不了了，你的颜值是与生俱来的，爸爸妈妈给的，你只能拼演技。我想安慰一下黄硕因为我觉得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刚才你在我面前整体呈现出来的状态都是不够自信。但我觉得你看刚刚提的4点第一个颜值你肯定有，不然你也不会被选中，对吧？第2个资源肯定有，不然你也不会坐到这儿。第3个演技，你不用担心的，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去锻炼你的演技。流量其实你算有的啦，你才10几岁，你啥都有，你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你着什么急啊？还是学习的年龄年轻就是财富年轻年轻就有一切可能。我觉得就是往前跑就对了，一直往前跑。好，谢老师。我就觉得今天你们几个进来跟上次我看到你们状态完全不一样。你们今天是蔫儿的，以为是尾部演员了是吧？那没必要，因为尾部它这是阶段性的，有这样那样的原因造成的，并不等于决定你们以后就是尾部了，不要影响你们的这个状态啊。你一定要这种开放性的，有很多可能性在你身上可以发生的，所以你要自信，眼睛里要有光。你看进来，你看他今天都蔫儿了，蔫儿什么蔫儿啊？其实我也知道，就是他们的不容易吧，因为他们这个偶像的这个模式，我可能给你点中肯的建议吧。因为其实我跟你们公司的艺人合作过，《少年的你》是易烊千玺的第一个电影，然后我们去年投资拍摄的电影用了那个宋亚轩。
我觉得你在选角的上面，就是尽量去选一些和自己性格可能比较像的。其实你有优势，你现在的商业的流量，包括你背后的公司的资源，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切入这个行业的一个生态位和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怎么能抓住？我觉得你要选本子、选角色、选团队。好，谢老师。他的师兄弟啊，刘耀文啊、玉涵，就慢慢学习成为一个男人，在这个行头你要快一点变成一个男人，男子气概出来的时候 man 一点。好，虽然说我现在的演技就是还是不够足吧，但是我会一点一点往上爬的。我希望我也能成为一个好的演员。我就确实有点不太适应，因为这次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去演戏。之前我以为自己可以应付到，但是后来突然间有一些即兴的，我就有点乱了，然后就不懂怎样去表达。语言问题。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他的一首歌叫《蝴蝶来过这世界》。哦，对对。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那首歌，所以当时我用它写了一篇小说，然后我下个月的时候会用它拍一部短剧。希望有机会吧，我觉得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我们来让很多的故事继续去延续。哇，蝴蝶。我想讲一下英凯，你怎么你好久没用你的本人演出了吗？是的，是的，因为之前动捕幕后，其实说白了是我在 Q 控场，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本身我的擅长的点是在动作戏上。但是你志伟哥，你觉得他能打吗？能。我最早做过群演，做过武行，打过替身，做过。哦，那就可以。会打，上过擂台，打过散打比赛。哦，打过。是吗？哇！也想问一下各位老师们，就是像我们这样的类型的演员，在长剧或短剧，或者是在你们的眼中，他还有没有市场？反正在我这儿是有的，因为我们经常都请不起武打演员。其实如果真的是认识你们，或者说那个，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多机会的，就是可能你不能那么的挑，我要当主角啊，或者这个戏我一定要怎么样。我是觉得机会非常多，你要是住到很内去，那你肯定是接不完的戏。你们三个演那个丧尸，很出色。对，丧尸也很好。哇，太厉害了！其他人还有想表达的吗？我说一下吧。来，一心。为了当这个演员，其实我退出了这个综艺的这块工作很多年，就是为了让自己被掐灭，然后让大家忘掉我原来的那个形象。这10年以来，我就是会很努力琢磨演技。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有些演员他站在那里就一眼就觉得，哎，他就是这个角色。但是我这个感觉呢，就是好像你做的还可以，但不是非你不可的那种。你是说在超越班选还是在外面的？就是这几次的这个竞选里面。我不是用这个标准的哦，谁好不是因为外形的问题。我觉得就形象可能挺现实主义，但是演的我真的不觉得是现实主义。对，那他演出的问题是吧？非常抱歉，我必须得说实话，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戏嘛。我想给王家留个后。新郎，把我演崩溃了，笑死我！还是要多琢磨一下。因为我首先就是一个没有作品、没有知名度，然后也没有经验的演员，所以我就是在外面跑组，我就感觉到升上一个龙套角色，我都是觉得对我天大的恩赐，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你和你的经纪人得多认识一些副导演，因为确实大家都不太认识你。其实你的要求并不高，因为只有副导演他能够天天把你的照片往上递，你知道吗？有涛老师，我特别认同。可能大家以前有个误区，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制片人其实往往可能最多就是男一女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亲自的下场来谈，甚至男二女二的时候，其实大量的是会交给那个 casting， 交给副导演，就是他们像 HR 一样，他们先把材料收上来，就是你可能 HR 都没有收到你的材料。
这个是问题啊！你要求不高还不选你，为什么？因为你的演出方法要检讨一下，你是舞台的，你去想一下吧。可能为什么你要求不高还不选你？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出去打架。这个演员应该有演员这种发散性的，就你让人们感觉看上去你这个人是开放的，像一块海绵一样，有很多孔的，有空气的，你是可以吸收有很多可能性的，可以这样的捏着可以变成各种形态的。他们已经界定的尾部演员的东西丢开，我从现在这个时候，我不是尾部。我是头部的头部，这个状态拿出来，才能有翻身仗可以打呀。好，感谢我们4位谢谢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为我们带来那么多的真实的行业反馈啊，相信各位艺人也真的得到新的启发和思考了，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更清晰的。进行我们自我的定位，更有效的提升我们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今天这个市场的大议会呢，到了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就这个让我现在知道，我要清楚我自己要走什么路线，我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人家凭什么选我，我的优点长处在哪里，这些都是我值得思考的问题。收获到了很多，我觉得还是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辨识度，这个是我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渴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3年之期已到，这一次我要欧什么印啊？万一赔了呢？老婆孩子怎么办？你不知道蚂蚁保上有储蓄型保险吗？别光想着一天，你每个月放点闲钱进去，先努力撑到第2级呗。蚂蚁保储蓄型保险，大牌保司，安全稳健，保底收益写进合同里。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先买个10年。好了，各位同学，刚刚我们聊完市场对大家的评价，现在呢，让我们回到你们演技的本身了。在第1轮的跑组中，我们根据大家的表现，综合了得出了4个班的层次排名。在正式揭晓前，我要再强调一次啊，总分排名垫底的班级全员将失去第2轮跑组的试镜机会。啊，到底谁是第1名，谁是最后1名？请队长出去。还要出去？一起出去4组。你去吧 ，Lucky， 加油姐，加油姐，加油姐。现在什么意思？让我好忐忑。刘璇，你在这，你在这儿啊？什么意思？要把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你在那。哇，还要分开啊？搞这么神秘的吗？哎呀 ，sorry 啦，给你们拖后腿了。非常担心啊，就觉得真的要背景本班了吗？还是挺担心的，因为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我们跟第3、第4之间其实分差很接近。我如果那个00发，对，不往那儿想了，哥哥，就没事了。哥哥不想，没事哥。哦，回来了一个。哦，回来了。哦，来了。我是T 字的标。在哪里啊？总分多少？总分我都吓着了，988.5。排名第1。对，多少？900多。第1就是第1。哎呦！我们组的所有人，说实话哈。每个人单拎出来都可以当组长啊，因为他们自己都很卷，所以我这个组长真的做得非常的轻松，我非常感谢他们。
那恭喜刘璇班的第一轮跑组的拿下第1名。作为奖励，我们将会给他们额外增加了1次小摄参演的机会。拍摄影视跨作品是蛮好的人生，同时节目组也会给这部影视跨的作品进行更多的曝光和推广加持，更加会获得跟李成儒老师对戏的机会。好，下一个进来。第几天？这是第2。哎，啊！他又在演戏了，又在演戏。我现在嘴角压不住啊！来，分数。我好紧张，我一直突然你紧张来了。干嘛？到底干嘛？到底干嘛？朱孝天班总分674.5，排名第3。安全。笑死了！哎呦，安全。3呐！哎呀，哦，别一会儿吓我们一跳。哇，要么第2，要么就对呀，对呀，对。好，谢谢老师，谢谢。好，下一个进来。喂，人数。哦，我队长回来了。怎么办？那我们是最后一个吗？啊，好紧张啊！不能吧？不能吧？哎，宣布你的分数吧。我们组的总分是，哎，我们的比分是，悬念。我们组的总分是634分，我们排名第4位。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特别吉利啊，828，828。我们是第2名。哎，怎么开心的比第1名还开心？开心。我们828，我们本来最后1名。对啊，逆风翻盘哦，厉害。很开心，有点逆袭成功的感觉。比我预想的好太多了，毕竟我分是我们组里面最低的吧，然后我们还能得第2，我觉得很开心。那一刻我很懊悔，就是我真的会接受不了这种事情，我很难接受，会有一些自责吧，拖大家后腿了。没关系，没关系了，已经很好了。当然有点可惜啊，就是我们的队员都非常的投入，非常的努力，就是确实自己掌握的不好。没关系，哥。赖我。那好了，我要宣布比较残酷的一个消息，就是，在我们刚刚第1轮的比赛里面呢，最后一组是不能参与第2轮的试镜，所以仁爱文杰组，请大家把名牌撕下来。啊！对，连名都没有了。然后外面车子就在等你们了，你们可以坐车回去先休息。啊？什么？撕掉名牌那一瞬间，我还是觉得好遗憾啊。好遗憾啊，这个团队就走到这儿了，甚至失去了跟别人竞争的资格。走了吧，走吧。
再见。再见。我们走了，我们走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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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有一点儿不相信，真的就这么走了？我再偷看一眼。结束啦？这个残酷性这么高吗？拜拜。有点下雨哦，有点冷啊！你们女生快上。哎，我想你们3个被选出来，但是我还没定谁演谁的。保险，哎，你比如说，哎，你先卖一个保险给我，对，销售一个。吴老师这么帅，考不考虑买个保险？保什么？保我的帅脸吗？保你的美貌。那你呢？你我给你推销就是那个人身安全险、大病险啊这些，或者是车险也可以，就会开车嘛，对，车险也可以，就是大哥，那个我们这个保险呢，您这个一家不管几口人，肯定都能够就是有这个额外的优惠，一定是比之前的任何一年优惠都要就是力度要大，所以说今年不买的话将会错过。哦，今年打折啊！您跟姐就是这个保险就咱都包了。哎呦，我们包吗？哎，我觉得我想买了。所有人都觉得有结构的东西特别好。其实我们可以无限跳一半呢，有一个叫笑险的东西，就是我们看到昨天前2天一个嘛，大家笑到肚子疼啊，笑到受伤。对。不好意思。你别笑了，主持人。眼泪飙出来。对，眼泪飙。我们可以无限跳班介绍大家买个叫笑险的东西，一直看无限跳班，笑死人没命赔。但是我们可以，你家属可以有保险赔付，所以呢，安心的看无限跳班更开心，笑得更安心。哇！有个笑险的东西。老师，你演这个角色吗？我想买了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啊，你滔滔不绝的打劫，我觉得可以演吴曼妮嘞。如果这样，真的是可以试试看。你呀，你的有点生疏，一来就是帅哥的比较，还有跟着多学习一下，就应该演他的女助理，好不好？好。有一个适合余音的，就跟李成儒老师就一家人，因为那个人物呢起了很重要作用的，先保个密。好。现在人物你们有了，大家就慢慢研究一下剧本，好不好？我先去忙别的了。好的，老师。好的，拜拜，再见。谢谢老师。哇塞，我得去找一套这个职场的衣服，我先去找一下，然后我回去慢慢看。你们先看。拜拜，待会见。老师让我们了解一下关键情节，我不太懂。这个剧本的保险是什么呀？我之前看《蛮好的人生》了解过，储蓄型保险简单来说就是按计划把钱放进去，那保险呢就会按照约定复利增值。那是不是和基金什么的差不多？不一样，各有优势。像储蓄型保险，它的好处就是保底收益是写进合同里的，不会随着市场的情况变化呀亏本。这样啊，那像老李这种辛苦攒下的钱啊，确实不能接受损失。那这种稳健型增值的保险更适合他。对，储蓄型保险作为一种家庭财产配置的手段，很多人还都不了解。它除了年金，还有增额寿险、给孩子的教育金，这一些蚂蚁保上都有。而且蚂蚁保还精挑细选了安全稳健大保司的产品，收益是同类中第一梯队的。所以如果李哥了解了，那应该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没错，很多遗憾也是因为没有提前规划好。我也去支付宝搜索储蓄型保险了解一下，用储蓄型保险守护蛮好的人生。各位议员，接下来我们要马上开启第2轮的跑组。
在影视行业当中，大量的优质项目为同性别的群像戏。为了考察演员在同类角色池当中能否塑造出独一无二的人物，本轮的考核将同时启动2个剧组。一部是男性的群像剧，一部是女性的群像剧。所有的艺员分为男生组和女生组，分别进行跑组试镜。每组演员仅参与对应性别的群像剧目的竞演。我来说一下比拼的规则啊。那上一轮咱们是这个班级战，那这一轮不是啦。这一轮呢是个人战。哦。在影视化拍摄过程中，如果你的演技足够出色，监制将发放守护卡，表达对你的认可。得到守护卡的艺员将在第3轮跑组试镜中占有优势。请注意，守护卡是非常宝贵的，每个监制手里只有2张，2张哦。觉得好难呢，然后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因为团队战变个人战了，有点紧张。不知道这个守护卡应该如何去争取，但是我先尽我最大的努力，我把我能想到的都先做了。尽人事，听天命，努力，努力再努力。OK， 好，从明天开始我们分成2组，男子组与女子组啊。明天开始呢，我们就开始第2轮的跑组。每一次我们都会遇到新的故事、新的玩法，当然还有新的伙伴。大家有没有发现，男生这边空了2个椅子？对，是。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无限超班3届的学长，越演越好，每年必须跟大家见面的纪凌尘。